大家好，欢迎来到普通话播客，我是玛丽，我是周洋。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外国朋友头疼的话题：中文网络流行语。周洋，你还记得上周我的美国朋友给我发消息吗？他说，玛丽，我的中国同事说我很有松弛感，还说我显眼包，这是夸我还是骂我？这是夸你，但确实很难理解，对不对？很多中文学习者花了好几年学课本上的中文，但是一看到网上的聊天记录，立刻就懵了。对，就像这样，今天班味太重了，老板又在画饼，我直接躺平了。BBQ，我破防了。听起来像密码，对不对？但是这些都是现在中国年轻人每天都在用的词汇。我记得我的德国朋友第一次看到中文群聊，他说感觉在看外星语言。其实不只是外国朋友，就连我妈妈有时候看我发的朋友圈都要问我，这些字我都认识，为什么连在一起我就看不懂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当密码专家，帮大家破解这些网络流行语的秘密。我们准备了一些超级实用的网络流行语，从工作生活到情感表达，应有尽有。首先，我们来谈谈为什么网络中文这么难理解。玛丽，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有3个主要原因。第一，网络语言变化特别快，可能这个月流行的词，下个月就不用了。对，比如说，几年前大家说蓝瘦香菇，就是难受想哭的谐音，现在基本没人说了。但是内卷、躺平这些词到现在还很流行。第二个原因是，很多网络用语都有特殊的文化背景，比如班味这个词，外国朋友可能不理解中国的加班文化，就很难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对，班味就是指一个人身上有很重的上班族的感觉，比如说话很正式，穿着很商务，总是很忙的样子。第3个原因是，网络语言喜欢用缩写，比如 U1S1 就是有一说一的意思， XSWL 就是笑死我了。这些缩写对中文学习者来说特别困难，因为你必须先知道完整的句子，才能理解缩写的意思。而且现在的网络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很多词都有反义用法，比如 BBQ 本来是英语 barbecue， 但在网络上表示完了、糟糕的意思。所以学习网络流行语不能只看字面意思，还要理解背后的文化和使用习惯。现在我们开始正式解码。首先是职场类的流行语，因为工作是年轻人生活的重要部分。第一个词，内卷，这个词现在超级流行。对，内卷原来是一个学术词汇，现在用来形容过度竞争。比如说，本来大家下午6点下班就可以了，但是有人开始加班到8点，然后其他人也被迫加班到8点，甚至更晚。这就是内卷，大家都很累，但是没有人真正受益。就像在电影院看电影，前面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也必须站起来，最后大家都站着看电影，但是看电影的效果并没有变好。内卷现在不只用在工作上，生活中也经常用。比如小孩的补习班越来越多，家长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也是内卷。第2个词，躺平，这是内卷的反义词。躺平
就是不想竞争了，选择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比如不买房、不结婚、不追求高薪工作，就过简单的生活。躺平不是懒惰，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年轻人觉得竞争太激烈了，所以选择躺平，不参与过度竞争。比如你的朋友说，我决定躺平了，不加班了，意思就是他不想再过度工作了。第三个词，摆烂，这个词比躺平更极端一点。摆烂就是完全放弃努力，破罐子破摔的意思。比如考试前一天你什么都没复习，就说算了，我摆烂了。摆烂通常带有一点自嘲的意思，不是真的完全放弃，而是在表达一种无奈的情绪。第四个词，画饼，这是职场常用词。画饼就是说空话，给虚假的承诺。比如老板说，明年一定给你加薪升职，但是明年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画饼。就像画了一个饼，看起来很美，但是吃不到。所以当有人给你很多美好承诺的时候，你可以说，别画饼了，说点实在的。第五个词，牛马，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很有意思。牛马原来指动物，但现在用来形容工作很辛苦的人，特别是被老板压榨的员工。比如你加班到很晚，朋友问你在干什么，你可以说在当牛马，意思是在辛苦工作。这个词有一点自嘲的意思，但也表达了对不公平待遇的不满。现在我们来看看表达情绪的流行语。网络语言在表达情绪方面特别丰富。第一个词，破防了。这个词来自游戏。在游戏中，破防就是防御被打破了。在生活中，破防了就是情绪被触动了，可能是感动、伤心或者愤怒。比如看到一个特别感人的视频，你可以说我破防了，意思是被感动了，差点哭了。或者有人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你也可以说你这话让我破防了。第二个词 emo 了。 emo 就是情绪低落的意思。比如今天心情不好，你可以说我 emo 了。这个词的好处是，它比直接说我伤心轻松一些，不会让朋友太担心。第三个词，松弛感，这是最近很火的词。松弛感就是很放松、很自然的状态，不紧张、不焦虑，给人很舒服的感觉。比如有些人说话、做事都很自然，不会让别人感到压力，我们就说他很有松弛感。这是一个夸人的词。如果别人说你有松弛感，那是在夸你很舒服，很有魅力。第四个词，情绪价值，这个词现在特别流行。情绪价值就是一个人能给别人带来好心情的能力。比如有些人很会安慰别人，很会讲笑话，我们就说他情绪价值很高。在恋爱中，情绪价值特别重要。如果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总是让你开心，我们就说他情绪价值很高。相反，如果有人总是抱怨，总是传播负面情绪，我们就说他情绪价值很低。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交方面的流行语。现在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和以前很不一样。第一个词，搭子，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搭子就是一起做某件事情的伙伴，但不是很亲密的朋友。比如一起吃饭的饭搭子，一起看电影的电影搭子。
搭子文化反映了现代人的社交需求。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人陪伴，但不想建立太深的关系。比如，你想去看一部电影，但朋友都没时间，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个电影搭子。第二个词 I 人和 E 人，这来自心理学的性格分类。I 人就是内向的人，是英文 introvert 的简写。E 人就是外向的人，是英文 extrovert 的简写。I 人喜欢安静独处，不喜欢太多社交活动。E 人喜欢热闹，交朋友，精力充沛。现在很多人用这个来介绍自己的性格，比如我是 I 人，周末喜欢在家看书。第三个词显眼包，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词。显眼包就是很引人注意的人，但不是贬义词，通常指那些很有个性、很有趣的人。比如你的朋友穿衣服很特别，或者说话很幽默，你可以说他是显眼包。这个词通常带有喜爱的意思，是在夸人有个性。第四个词小孩哥和小孩姐。现在互联网上常说的小孩哥和小孩姐是一种很有趣的流行语，通常用来形容一些年纪不大的孩子，但他们的行为、能力或言谈举止却展现出超乎年龄的成熟、自信，甚至有些社交牛人的特质。这两个词的流行反映了大家对那些小小年纪就展现出独特个性和才华的孩子们的关注和喜爱。它让大家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形容这些人小鬼大的天才少年。这两个词通常带有褒义或者戏谑的语气，用来表达一种赞叹、喜爱或者惊讶。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些反映网络现象的词汇。第一个词硬控，这个词来自游戏。在游戏中，硬控是强制控制敌人的技能，但在网络语言中，硬控指被某个东西深深吸引，无法转移注意力。比如你看到一只很可爱的猫，被它硬控了10分钟，意思是被它完全吸引了，移不开眼睛。第二个词回旋镖。回旋镖原来是一种武器，扔出去会飞回来。在网络上，回旋镖指说话不小心，结果打脸自己的情况。比如有人说，我绝对不会喜欢这种类型的人，结果后来和这种类型的人谈恋爱了，这就是回旋镖。第三个词偷感，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词。偷感指做事时小心翼翼，不想被人关注的心理状态，就像小偷一样畏畏缩缩，但这不是贬义词。比如你想减肥，但不想告诉别人，怕失败了丢脸，就偷偷进行。或者在新环境中不敢大声说话，总想当透明人，这就是偷感很重。说了这么多词汇，现在我们来谈谈如何正确使用这些流行语。首先要注意场合，这些网络流行语主要用在非正式场合，比如和朋友聊天、发朋友圈。其次要注意年龄群体，这些词汇主要在年轻人中流行，如果对年龄较大的人使用，他们可能听不懂。还要注意更新，网络流行语变化很快，经常会有新的词汇。还有，如果你是中文初学者，简单了解一下网络流行语就可以，不必太深入的学习。因为网络流行语大部分只在网络上流行，现实中使用的人不多。是的，了解网络流行语最重要的是理解背后的文化。比如，
内卷和躺平这两个词反映了现代年轻人对工作和生活的思考。搭子文化反映了现代人社交需求的变化。松弛感反映了人们对放松状态的向往。这些词汇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所以，了解这些词汇，也是了解中国当代社会和年轻人生活状态的一个窗口。当你能够自然地使用这些表达时，你就不仅仅是在学中文，而是在真正融入中国的网络文化。是的，我们想说，学习中文网络流行语，不只是为了看懂聊天记录，更是为了理解一个文化，连接一群人。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有想了解的中文网络流行语，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见。再见。